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识。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山米蒂英人所著的《全速脑：通过锻炼让大脑加速100倍》这本书。山米蒂英人是认知科学家，本书的目标是通过提升大脑的任务处理能力，实现效率的极限化。大脑的任务处理能力就是思考的速度。作者认为，只要能将这一能力提升到极限，工作、学习、阅读等每小时的效率就能提高到原来的10倍甚至100倍。通过掌握这种全速脑，你或许可以实现那些曾经认为无法企及的梦想，激发沉睡的潜能，从而改变自己的人生。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4个部分：第一，提升大脑任务处理能力的3种方法；第二，如何更快地完成单一任务，提升时钟周期；第三，如何同时处理多个任务，提升并行度；第四，提高抽象度的意义和方法。首先是第一部分，提升大脑任务处理能力的3种方法。许多人可能都希望加速大脑的任务处理能力，让工作、学习或阅读效率达到10倍、100倍，甚至希望能够同时完成多个任务，从而显著提升工作效率。以下是作者提出的2个关键方法：一、同时处理多个任务，提升并行度。通过训练，可以让大脑在同一时间处理更多的任务，从而实现多线程的工作方式。二、提升抽象度，这是指通过培养更高层次的思考能力，将复杂问题简单化，减少处理负担，同时提高解决问题的深度和广度。对于这些方法，可能一时不容易理解，因此接下来我们将分别详细解析，让您对每一种方法都有一个清晰的概念。让我们来看第一个方法，更快地处理单一任务，也就是提高时钟周期。所谓时钟周期，指的是 CPU 的处理能力。当时钟周期提高时，原本需要10分钟处理的信息可能缩短为5分钟，甚至3分钟。可以说，它是衡量我们处理单一任务速度的标尺，也可以理解为大脑的信息处理速度。接着是第二个方法，同时并行处理多项任务，也就是提高并行度。所谓并行度，指的是在执行某一任务的同时，还能处理其他任务。这并不是线性思维，而是并行思维的体现。举例来说，在有意识的状态下，我们通常只能同时处理2件事情，但在潜意识状态下，这种能力可以无限扩展。当我们将更快地处理单一任务和同时并行处理多项任务结合起来时，思考速度将会大幅提升。例如，如果您将处理单一任务的速度提高1倍，同时再处理2项任务，整体效率将达到4倍。这可能听起来难以置信，但作者指出，通过书中介绍的训练方法，这是可以实现的。然后是第3个方法，也是最重要的方法，提升抽象度。所谓抽象度，指的是信息空间中的视角高度。当我们提升抽象度，以更高的视角俯瞰事物时，就能接触到更多的信息。通过提高抽象度，那些在低抽象度下看不见的信息也会逐渐显现。如果能够提高抽象度，每次行动所能处理的潜在信息量将会大幅增加。那么现在是否对这3种方法有了一个大致的印象？目前只需大概了解即可。接下来将深入剖析这3种能力，并具体说明如何通过训练来掌握它们。接下来是第2部分，如何更快地完成单一任务，也就是如何提升时钟周期。首先，关于如何更快地完成一件事，也就是提高时钟周期，有几点关键点需要掌握。简单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无论是工作还是学习，随着投入时间的增加，我们总能以更短的时间完成同样的任务，这归因于我们的熟练度提高。同样的，时钟周期也可以随着习惯的养成而显著加速，甚至达到2倍、3倍、4倍，甚至10倍、100倍。关键是要将新的、更快的时钟周期纳入自己的舒适区。所谓舒适区，是指我们感到最为舒适的心理和行为空间。作者是一位专注于帮助人们设定人生目标并实现目标的教练。
他在教练课程中建议，当我们设定人生目标及未来的梦想和愿望时，应将其设置在现有舒适区之外。这是因为，如果始终停留在现有舒适区内，由于过于舒适，人们会无意识地停留在那里。然而，这样的舒适区是由过去的经验构成的，只要停留在其中，就容易被过去束缚，过着昨日延续的今天。因此，要实现人生目标，就必须突破当前舒适区，构建新的舒适区。最有效的方法是将人生目标设定在现状之外。时钟周期与舒适区的关系类似于目标与舒适区的关系，也就是说，现有的24小时是我们当前舒适区内的时钟周期。如果将时钟周期提升到2倍或3倍，就好像每天拥有48小时或72小时，这实际上是突破现有舒适区的时钟周期，创造一个新的舒适区的时钟周期。简单来说，如果我们能够将时钟周期加速到当前的2倍、3倍甚至更多，并让自己逐渐适应这种速度，那么这个新的时钟周期将成为我们的新舒适区，进而让我们感到自在。时钟周期需要提升到什么程度，因个人的立场和情况而异。有些人的工作可能对速度要求不高，但即便如此，在一个讲求速度和效率的时代，许多人仍希望能快速且轻松地提升自己的时钟周期。接下来，我将介绍一些有效提升大脑时钟周期的技巧。要提升时钟周期，最有效的方法是习惯化。这意味着，在日常生活中，如果能够将每一个行动都加快，哪怕1秒钟，大脑就会逐渐适应这种更快的节奏，从而提升整体时钟周期。接下来，我们将具体讲解提升时钟周期的4个训练步骤。步骤1：记录日常行为及耗时，将每天日常进行的所有行为写下来，并记录每个行为所花费的时间。例如，花20分钟撰写工作报告的人，需要先记录下这个时间。步骤2：尝试将时间减半，2倍速，努力将每项行为的完成时间缩短至原来的1半。例如，将撰写工作报告的时间从20分钟减少到10分钟。步骤3：挑战3倍速。如果已经能够在2倍速下完成任务，那么进一步努力，将每项任务的时间缩短到原来的1/3。例如，将20分钟的任务压缩到7分钟左右。步骤4：逐步提升至4倍速、5倍速，甚至6倍速。当3倍速目标达成后，可以尝试逐步将任务完成速度提升至4倍速、5倍速，甚至更高。如果可能的话，尝试挑战6倍速。人的时间感和钟表一样，与6的倍数有很强的亲和性，因此实现6倍速相对来说会比较容易。如果觉得难以对所有行为进行加速，可以选择2到3个行为进行练习。其实，这种倍速训练的行为内容并不限于特定的任务。正如前文提到的，提升时钟周期的关键是习惯化。这个训练的目的并不是单纯加快行为速度，而是改变日常生活中大脑对时间的感知节奏，从而加速大脑的运行效率。核心目标实现大脑全速运转。换句话说，这种训练的真正目的是加快大脑的反应速度，实现全速运转的状态。有人可能会质疑，改变时间感真的可行吗？其实，每个人都习惯于自己的时间感，并将其视为理所当然。但实际上，时间感是主观的，并非绝对。时间感的主观性事例，例如生活在1线城市的人与生活在3、4线的人相比，他们的时间感会明显不同。1线城市可能觉得3、4线的人的生活节奏很慢很悠闲，3、4线城市的人会觉得1线城市的人的生活节奏过于紧张。同样，我们习惯将一天等同于24小时，但这只是主观体验，并非不可改变的事实。逐步提升时钟周期的好处：当您逐步提升时钟周期并加速行为时，你会发现体感速度变快，体感时间也得到了延展。例如，当您能以6倍速完成日常所有行为时，你会感受到一天相当于144小时，一周等于1008小时，从而极大提升时间的利用效率。
时间的相对性，举例说明。比如，当您和一个非常可爱的女孩约会时，时间似乎一瞬间就过去了，让人意犹未尽；而当您听上司的训话时，却会觉得时间漫长的像是永恒。这说明时间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通过这种训练，您能够从根本上改变对时间的感知，从而更加高效地利用时间，实现更充实的生活。接下来是第3部分，我们来简单解说一下如何同时并行处理多个任务，也就是并行度，然后再介绍一些提高并行度的训练方法。提高并行度的关键在于将任务处理无意识化。举个例子，当您乘坐电车时，一边听音乐一边读书等这些有意识的行为，可以同时进行的数量是有限的。一般来说，人类有意识的并行处理的任务，顶多能同时完成2个，也就是左右脑各负责1个。当然，有意识的行为如果同时进行，也能对并行度训练有一定效果，但这种效果并不是绝对的。因此，任务处理的无意识化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如果我们能够将任务处理过程转化为无意识的行为，并行度就会显著提高。从人体功能的角度来看，这一点会更加清晰。比如，人类一边让心脏跳动，一边进行呼吸，同时还能消化食物并活动手脚。驾驶汽车也是一样的道理。熟练的驾驶者能够在使用眼睛直接观察或通过后视镜确认周围状况的同时，进行换挡、转动方向盘等并行操作。这些行为看起来毫不费力，因为它们已经被无意识化了。事实上，在无意识的领域，人类的思维是可以实现无限并行的。大家可能也有过这样的经历，一个长期无法解开的难题，在周末散步时突然灵光一闪，答案就在那一刻浮现了出来。科学家通常用灵感这个词来描述这种现象，而灵感的涌现，实际上是因为我们的无意识在持续思考那个问题的结果。即使在意识层面忙于其他工作或思考晚餐菜单时，潜意识仍然在并行处理那个问题。比如，如果您同时面临3个以上的棘手问题，可以在睡觉前给自己布置这3个问题的作业。令人惊奇的是，在睡觉的时候，也就是无意识状态下，大脑会自动处理这些问题。第2天早晨醒来时，可能就会突然想到一些意想不到的好点子。这正是无意识发挥作用的结果。由此可见，人类的大脑在无意识层面上能够并行处理许多任务。人类的大脑天生就具备超级并行的能力，只是因为我们从小接受的是线性思维的教育，因此逐渐丧失了有意识地使用并行思维的能力。线性思维指的是像 A 导致 B、B 导致 C 这样，通过长链条的方式逐步展开逻辑的一种思维方式。线性思维就像沿着一条单一路径一步步前进，不可避免的会因为速度限制而产生瓶颈。这种瓶颈被称为串行瓶颈。要突破这种串行瓶颈，就需要并行思维。如果能够实现并行思维，就可以同时思考多件事情，例如能够同时认识 A、B、C 这几件事，并瞬间理解它们之间的关系，由此思考的速度会显著加快。然而通常来说，同时进行3到4个以上的并行思维是不可能在意识层面完成的，必须在无意识层面实现。因此，如何将思维无意识化成为并行化的关键。一旦能够让所有任务在无意识中完成，任务处理的速度就会大幅提升。那么，怎样才能让任务在无意识层面运行呢？方法非常简单，就是对一个任务进行深入练习，直至掌握。举例来说，如果你想养成3个习惯，很多人可能会尝试同时培养这3个习惯，结果却很难坚持下去。更高效的做法是专注于一个习惯，将其彻底练熟，直到完全内化为无意识行为。人类具有适应能力，一旦习惯逐渐无意识化，就可以开始培养第2个习惯。通过这种方式，逐个集中精力培养习惯，并一步步将它们内化为无意识行为。这是实现无意识化的关键。如果您对是否能做到感到怀疑，
只需想想自己骑自行车或开车时的表现，无论是骑自行车还是驾驶汽车，都需要同时并行完成许多操作。但现在您可能不再需要特别关注每一个细节就能轻松完成，这正说明你已经将这些技能无意识化了。因此，建议大家从一个任务开始，逐个有计划地内化到无意识中。这种方法不仅能够让您的效率大幅提升，还能帮助您更从容地应对复杂任务。接下来是第4部分，我们来讲解一下提升抽象度这个概念。提到抽象度，可能会觉得听起来很复杂。其实简单来说，抽象度就是指信息空间中视角的高度。接下来的内容可能会稍微有些难度，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而且在尝试理解它的过程中，也能锻炼大脑。所以，请大家努力尝试理解，即使第一次没有完全弄明白也没关系，反复阅读几次后能掌握就足够了。刚才提到，抽象度是信息空间中的视角高度。举个例子，假设我们以吉娃娃这个概念为起点，逐步提升抽象度。吉娃娃、狗、哺乳动物、脊椎动物、地球上的生命体。也就是说，抽象度越高，我们能够看到和处理的信息量就越多。本书是围绕工作任务展开的，因此用抽象度这个词可能会让人觉得难以理解，用力度这一术语来代替。请记住，抽象度和力度是同一个意思，本意是指谷物的颗粒，但在计算机专业术语中，它表示任务处理的单位。提升力度意味着一个任务处理单元的范围变大。我们用连锁餐饮店的经营为例，具体说明力度的概念。假设我们定义一个力度很小的任务，通过提升力度，每个任务可以处理的信息量会逐步增加，视角也会越来越高。这种能力的提升，不仅能帮助我们更高效地完成复杂任务，也能让我们在信息处理中占据更大的优势。力度的大小差异，可以简单理解为是逐一处理细小的任务，还是一次性处理更大的任务。力度越大，处理单元就越大，因此一次任务处理可以覆盖更多内容。例如，如果小力度的任务每次只处理一个单独的任务，而大力度的任务可以一次处理100个任务，那么小力度的任务需要逐一完成1、2、3、4等任务，而大力度的任务则可以一次性完成小力度任务中100次的处理工作。进一步延伸，大力度任务还可以累积处理100、200、300、400等大量任务。这也就意味着，在相同的处理次数下，大力度任务与小力度任务的结果会有压倒性的差异。接下来，我们用经营餐饮连锁店这个框架来说明。小力度的任务包括煮咖啡、洗盘子、滴滤咖啡、端菜、做菜等等。通过逐步积累这些小任务，也可以实现经营一家餐饮店的目标。但这需要处理成百上千甚至上万个小任务。在这种情况下，发现任务中的问题会变得极为困难。相反，如果一开始就以经营餐饮店这样的大力度任务为目标，那么一次处理就可以实现经营餐饮店的目的。同样的，若能处理大力度任务，例如经营餐饮店 A 和经营餐饮店 B， 并逐步增加任务的处理次数，就能实现更大的成就。现在大家是否对提升抽象度或增加力度的意义有了更深的理解呢？提升抽象度或力度，实际上就是从更高的视角、更广的维度来看待问题。也许你会想，既然理解了抽象度或力度的重要性，那么如何才能提升抽象度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作者提出了一种训练方法，要养成在日常生活中以更高的抽象度来看待眼前事物的习惯。这种从更高的抽象度审视事物的训练，可以帮助我们摆脱束缚自己的各种概念和价值观，获得更大的自由。当然，没有一蹴而就的魔法方法能让你瞬间提升抽象度。要想提升抽象度，需要每天坚持积累相关的思考，这种积累会让您逐渐掌握抽象思维的能力。最后，我想通知大家一下，我们还有一个新频道——学识 Plus， 该频道将每天提供更为精简的视频内容，
并增加有关论文等相关有益知识的解说。如果您感兴趣的话，请通过概要栏中的链接进行查看并订阅。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